想象一下，现在眼前这对看似恩爱的新人，居然只见过2天面。婚姻或许真的不需要爱吧。春田本来要嫁的男友出轨了，5年的感情突然就泡汤了。心碎的她无意中翻到一个网络征婚，就是想找个当天能结婚的女人。27岁的男的，虽然我不太赞同他这种仓促决定，但为了摆脱眼下困境，春田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答应了。于是俩素不相识的人一见面就结婚，然后他们没爱情的开始了夫妻生活，这让2个陌生人都觉得挺尴尬。他们各自有房间，就这么开始新生活吧。第2天早上，新郎三浦就细心地准备了咖啡和各种口味的面包。尽管不懂对方喜好，也不知道对方工作地点，但春田感觉这种状况挺好。同事们只知道春田婚事告吹，面对同事求爱，春田选择了躲避，因为他还没法跟别人说自己那么快就匆匆结婚。前次喝咖啡时用了三浦的杯子，所以春田打算自备一个。他无意中看到前任同款的杯子，恰巧那时前男友出现，前男友误以为春田念旧，便开始纠缠他。三浦如同英雄般出现，及时阻止了前男友，还清楚地告诉他们俩已经结婚。春田被救时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和安全。晚上他特地做咖喱感谢他。三浦被咖喱辣得直咳嗽，看他顾及他感受，勉强大快朵颐。春田心里不知怎地泛起点甜，一有机会三浦就窜进他脑子里。没在办公室居然也能碰见他，原来俩人竟是同一家公司的，且同一批同事对他都挺仰慕的，可谓公司里的红人。他对此却浑然无觉，旁人若知道他是她老公，肯定目瞪口呆吧。见着三浦又夺销售冠军，春田不免惊叹，咋想到自家男人这妖牛啊。他幸福的样子连给按摩的人都察觉了。三浦打算这事先秘而不宣，但为何这么完美的他会去网上找对象呢？本觉得爱不是必须的，可春田现在渴望三浦喜欢上自己，为了让他主动，春田精心装扮，幻想着三浦看到萌自己后会忍不住扑过来。计划开始，第一步就是用无辜大眼电晕他。三浦没啥反应，他又上演喝甜饮撩人心弦，但他仍旧淡定。这时春田正犯愁怎么办，三浦突然说不强迫自己陪饮也行，作为丈夫不需要老婆做不喜欢的事。他的贴心让春田彻底心动了，那就继续执行计划吧。直接害羞提问你自己睡会不会冷？难道你想和我同床共枕？这反应咋这样？等你真的喜欢我了再这么说吧。如果我不喜欢你，我才不会这么说呢。春田正沉醉在这份温暖中，三浦突然就不动了。谁知道这场面这么大，最后就那么点亲吻，所以他不会真的是个虐待狂吧？三浦此时回房，却诡计多端的悄悄下了一单。第2天，他表现得如同什么都未曾发生。到了办公室，春田忍不住偷偷去找三浦。三浦立刻找了工作的借口把他带到走廊。你还挺上心的吗？别忘了，这里是公司哦。还叮嘱他记得签收家中快递。春田拿到快递，没想到里头竟然是一盒迷你雨伞。他绝对是个虐待狂，但春田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被迷住了。那个迷你雨伞是什么玩意儿？春田搞不懂三浦是真喜欢他还是在逗他。春田打算给他做顿美味的饭，结果三浦下班前竟然已经做好了给他吃。感动的春田此刻得想办法征服三浦。夜深人静，春田醒来发现三浦已经回来了。这么能干会做家务的男生简直太完美了。糟了，被逮个正着。三浦这时慢悠悠地向他走来。春田假装熟睡时心率飙到180，刚沉醉于即将亲吻的喜悦，那家伙突然停下了动作。三浦早看穿他的伪装，问他装睡干嘛。
春田直截了当地说想征服他，因他不愿仅是名义上的配偶，想让心仪的三浦生也爱上自己，用点小手段。三浦回应说，那春田小姐就尽力吧。清晨，春田被三浦吵醒，却惊慌地尖声大叫，自家人绝对不能见素颜。但三浦偏偏溜进被子里，还来聊了下，这谁能不蒙圈？这到底是谁迷倒谁啊？春田心思缜密打扮后开始幻想，想着三浦看到她美美的会来个拥吻，结果三浦冷淡地说要走了，这一番努力算是白费了。到公司，春田惊讶地发现，和三浦聊得火热的客户，就是那次聚餐聊得投机的大姐姐。两人闲聊了几句，客人一走，三浦就觉得春田对女顾客也这般机灵，便告诫她别耍花招了。春田还在迷惑时，追她的同事小又来凑热闹，春田只能敷衍几句。这时三浦作为上司叫走了小右。回家后，吃醋的三浦提醒他别勾引别人，他说他这么可爱，容易让人误解，因此从此严令禁止他用心计，这是铁规矩。第二天，春田故意路过三浦的工位，却发现他不在。小哭又来凑热闹，正在聊得开心呢，他就接了个电话。接着他慌忙告诉刚回来的三浦，自己不小心把两位客户的预约搞混了。三浦没有对他追责，而是马上决定其中一个客户由他去接待，但干活还是得认真对待。看他工作这么专注，春田真想帮他什么忙。忽然他想起三浦要见的客户正是那位投缘的阿姐，所以在三浦见客户前，他赶紧给他一盒脆饼，因为阿姐曾说特别喜欢那家的脆饼。吃了脆饼，他就啥都忘了，心机大招，居然帮我大忙。春田小姐真有手段。三浦高兴地跟春田说生意成了，多亏了春田的脆饼，没想到他一招就帮了我。当然，这套路可不能随便用，因为可爱的春田小姐容易让人误解。但看到心上人这样耍心机，也真开心。或许三浦早就被他俘虏了吧。我挺喜欢你的。咱俩虽不是传统那对儿，但只要从今往后，好好营造属于咱俩的夫妻世界。第二天，春田化了个美妆，早早就等在三浦跟前，满心期待他夸奖一番。可他又是那淡漠的模样走了，究竟他想咋样呢？他又是怎么了？真是太会玩心眼了，太惹人爱了。这么萌的妹子，居然是我媳妇。这会儿妈给他发了条短信，那得怎么跟他说咱俩结婚的事啊？忘了带钥匙的三浦，春田偷偷帮他送来了。俩结了婚的人都提心吊胆的，结果还是被同事给撞见了。看样子他对他俩事情清楚得很，还说自己是三浦高中的前辈，甚至还想找机会去他们新家串门，其实就是想打听更多三浦的情况。春田点头答应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三浦说有紧急款项要处理，春田主动请缨去帮忙。俩人表面装得像没事人似的，但春田还是感受到了三浦偷偷照顾。这一幕被也喜欢春田的山行目击了，他立刻找工作借口打断了他们。三浦识破了他的用心，女同事们好奇八卦，问春田对三浦有没有意思。春田赶快否认，生怕大家知道他俩事儿。山行主动要帮忙递送请款单，他欣然接受了。三浦意外的又遭遇那小子，那个招摇的包真是无所不在。虽然两人已经在一起，但春田还忍不住好奇，三浦隐婚背后是不是还有什么故事？为什么要和他闪婚呢？因为爱他，就忍不住想要更了解他。带着这番心绪，春田给人按摩时，敏感的技师兄弟又识破我了。这回三浦巧遇春田跟山行一起，山行故意在三浦面前装得跟春田很亲密，甚至动心想请春田去吃大餐。表面淡定的三浦其实心里乱成一团。
他害怕春田真接受了，谁知春田立刻就得到了三浦叫他过去的信息。生气的他想让三浦嫉妒，打算施点小手段。他跟三浦说要跟其他女同事去联谊，实际上他一个人在甜品店光顾，意外收到三浦的淡漠答复。春田不断地发送报备短信，三浦虽然不承认，但内心焦躁不安。这时候他偶遇春田的同事，意识到聚会可能是场骗局，难道是跟山行一起了？三浦急匆匆地在各个街区搜索，最后终于找到了春田。看到他孤独却坚强的身影，机灵的三浦觉得自家媳妇更可爱了，便回了条信息，希望他早点归家。春田得到回信，乐得合不拢嘴，他急忙往家跑，还想象着一开门，吃醋的三浦就会扑上来抱住他，但到家却见三浦就那么静静坐着，对他的回来也只是淡淡的反应，这让满心期待的春田感到空落落的，对他的小恶作剧也有些不悦。这时三浦递过来一个盒子，里头居然是颗璀璨的戒指，原本是他为了找春田才特地挑的。三浦把戒指套在他无名指，这样他就能带着上班了。第二天，春田满心欢喜地给三浦绣新戒指，俩人的亲昵被同事撞见了。三浦一慌就假装对春田没意思，然后溜了。晚上，春田觉得被当作单恋很冤，向三浦抱怨，怎样哄这么可爱的媳妇呢？这么可爱的内衣，如果让三浦看到会怎样呢？他得多疯才行。春田忍不住高兴，换完后就等他发觉了。三浦感到今天的春田有点异样，本以为他还会装作拒绝，没想到这次这么积极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难怪呢，他在等我评价呢。这么美的内衣肯定好看，但听说要价 1.6 万日元，他傻眼了，竟这么贵。第二天，春田换上新衣准备上班，三浦看到他衣服的标签还没剪，就主动帮忙了。春田走后，三浦再次因那标签的价格震惊，小觉谈到自己为婚礼多存钱的打算。三浦情不自禁想到了老是穿贵内衣的春田，是不是挺能花的呀？但又想春田工作和交流都特别强，难道自己投资到了个厉害角色？下班回家，他又看到春田收了一堆网购包裹，感觉他最近挺能花的，然后就想互相看看银行账本。三浦以为习惯挥霍的春田账上可能归零，毕竟他工作才2年，结果翻开存折，发现他存的钱意外多，竟比自己工作第2年还要多。原来春田在没毕业前就开始打工攒钱，储蓄规划也挺明确，这更让三浦对他多了几分喜欢。次日，三浦发消息说想请总务部的人到家里聚聚，春田乐坏了，终于能大展厨艺。朋友们要是夸赞他做的美餐，他在他们心中的分数肯定更高。三浦他们很快回来，原来是上次提过的松下学长。色香味俱佳的饭菜一端上，两人都惊了，没想到春田这么快弄出那么多好菜，居然还备了冰啤酒。学长尝后连声称赞他的手艺，三浦也忍不住拿着好吃的拍照留念，还在前辈面前不停夸他好。春田没料到效果居然比自己预料的还好。这时前辈觉得三浦要是一直隐瞒已婚，那他究竟要隐瞒到啥时候？那天春田跟女同事们小聚，大伙儿又聊起三浦，他们感觉出三浦好像有什么秘密，虽然不确定是家庭问题还是什么，但就觉得他似乎有心事。春田本来就疑惑，现在更加忧心了。聚餐结束，接春田的三浦看他不对劲，就建议出去转转心情。春田觉得夫妻间有秘密是正常，没必要非得逼自己吐露，不管是隐婚还是闪婚，不懂的事多着呢，但也让他心神不宁。三浦听春田这么一说，决定坦白，他是单亲，和妈妈一起，但妈妈的癌症可能又要复发了，
妈妈却更关心她的婚事，急于让妈放心，她赶紧想结婚。春田听了心里难受，自己也是婚事黄了才草率嫁人，好在妈妈复查身体没事。现在三浦对婚姻态度变了，真是这段姻缘的三浦打算，下次得好好介绍给大家。但为啥俩人在公司还得保密？这天三浦出门，春游看见他便当忘了带，就趁着分发慰问品的机会递给他便当。三浦却慌张不已，怕别人察觉到他俩的事。哪个人不想要个这么体贴可爱的女孩呢？同事这番话让三浦感觉压力山大，他们虽是夫妻，却总不得光明正大，这让春田经常感到孤单。正巧他的沮丧被经过的前辈捕捉到了，此刻一位女性正在找人事部的位置，春田好心指路给她，他一转身就看见春田愣住了，她美得像发光一样，马上自告奋勇带那个新转来的小姐姐熟悉环境。她叫新川，刚到销售部，她提到自己在销售部还有个熟人。三浦路过，没想到听到的竟是自己名字莫里奈，真像，他俩认识，还互相叫名字呢，看着挺般配的。新川一说三浦是她前男友，春田又傻眼了。面对三浦的辩解，吃醋的春田根本听不进。虽然新川嫁人了，三浦还是直呼其名，而自己总是被称作春田小姐。更让人沮丧的是，他一直瞒着他俩结婚这事儿。三浦声称这不会改变什么，但这事对春田来说一直是个疙瘩。第二天，新川送个小礼物来表示感谢，还说想跟春田交朋友。看他笑得那么灿烂，春田再次被他迷住了。三浦说回来要晚，春田刚打算回个俏皮的，突然想到新川以前可能不会这样发信息，如果娶的是新川小姐，三浦会不会就宣布俩人是夫妻了呢？春田这想着就撤回了回复。三浦纳闷的时候，学长出现了，劝他得认真对待春田。按摩技师也注意到春田心事重重，说他自己也盼着被心上人懂得，有话想说却说不出口。早晨三浦问为啥春田撤回消息，但春田没解释就离开了。三浦盯着日期，似乎在想什么。工作中，新川叫住春田，居然要把同事男生介绍给他。明知春田喜欢三浦，但作为三浦的前任，他清楚他不会结婚，他也是因此和他分的，所以劝春田最好找个真正考虑未来的人。春田小姐的另一半原来就在这。三浦出现的太突然，还当众曝光了他们是夫妇，大家都惊呆了。春田也是一脸懵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追他的山行也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下班之后，三浦就带春田去了家酒店，房间里不仅能看到绝美夜景，还惊喜地发现被装饰成了生日主题。对爱幻想的春田小姐而言，真是太完美了。可她又怕总喜欢的小惊喜对擅长这些的三浦会是一种负担。或许因为新川小姐，三浦先生才能流露出最真的自己，哪怕是不拿手的事，也愿意为她做。然后竟然还亲切地叫了她亚美酱。春田那时兴奋得快要飞起来了，紧接着他也叫了他真夏先生。紧接着终于到了处理重要事务的时候了，两人还半夜起来亲亲自拍。这个生日真是又甜又难忘。今早春田再次暧昧的靠近，却因三浦借口无遮雨伞被拒。春田纳闷，难道他不想要孩子？他们虽然成了夫妻，但结婚并非总是快乐的结束，接下来的路还得一起走。他们能共同前进吗？三浦终于决定带春田去见妈妈。春田乐坏了，可三浦那话一直在他心里挥之不去。怀上小孩可麻烦了。自那以后，春田避着不谈这事儿。虽然自己挺爱小孩，但因为三浦之前拒绝，春田说起来挺纠结。去卫生间时，他见新川吐得厉害，
难不成是她怀上了？新川急忙解释，只是胃不好。她跟老公根本不想要孩子，他俩觉得养孩子虽好，但和爱人相携白头也挺好。于是他们商量，决定要这么过。讨论后，共同选择如何相处。春田挺羡慕这一点，他打算也得跟三浦好好谈谈。这时候，山行来跟他说想聊聊。尽管知道春田结婚了，他还是不服气，再次表露对春田的情感。面对山行的感情，春田拒绝了。他可能不安，但仍想和三浦一起度过难关。夫妻就得共度难关啊！失望的山行离开，春田打定主意，今天得和三浦开诚布公。到了晚上，他把想生孩子的心思告诉了他，如果他不同意，也得一起找找办法。却没想到三浦说，他也憧憬着将来和春田一起有个孩子，但他之前却有那种说法。其实他是担心现在怀孕会带来诸如请假这样的麻烦，而且对女性的身体负担也大，所以他更倾向于有计划的要孩子，不想盲目行事。三浦的话也让纠结的春田心里踏实了，真是太好了，跟他好好聊过，这样俩人只要在一块，就肯定能解决所有不安。终于轮到见三浦妈妈了，春田这时候又焦虑又憧憬。真夏，欢迎回家，我回来了。你就是亚美吧？幸运之至，我是真夏妈。可是春田紧张的连打招呼都结巴了。三浦妈妈笑着夸赞他，说他很可爱，让春田原本紧张的心情放松了。妈妈虽然现在好多了，但春田仍旧担心三浦是不是急着结婚，因为他的病。三浦坦言，开始确实是担心他，但现在他觉得春田已成为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真心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。春田被感动，也开始叫他妈妈了。看着两个最爱的人这么和谐，三浦也感动得眼眶泛红。后来他又带春田去了自己长大的地方，熟悉的景色，曾品尝的佳肴，以及走过无数遍的街头。有了春田同行，一切都更加生动。到了晚上，俩人开始筹划不久得回春田家。春田兴奋不已，等不及要给家人看他的戒指。而他最近的松懈状态，在按摩的时候就被按摩师识破了。怎么回事？在山行之事过后，难道还已经生气了吗？亚美小姐，你常戴的那枚戒指咋不见了？春田这才意识到，自己的戒指不知啥时候不翼而飞了。他慌了神，手足无措。下一步该咋办呢？自打戒指丢了，春田每天都心慌意乱。今儿得带三浦回娘家，焦躁的他心里老是担心，丢了戒指，三浦不会怪他。三浦一到就受到春田妈和姐热烈欢迎。一起吃饭聊天期间，妈妈老是把春田前任的习惯错认成三浦的，春田超不好意思。没想到三浦一点不在意，还总是彬彬有礼回答。这时候家里人都被他的体贴打动了。要回家时，春田想真正以夫妻的名义重新来一组婚纱照，因为之前照的没啥感情。三浦的反应却挺淡定的，还把他带到了出名的酒店去，还嫉妒地问他有没有和前男友来过这。春田赶紧惊讶地否认，原来三浦刚才都在强撑着。听过那些春田和前男友的故事，他心里的醋意早就溢出来了，但既然来了，就别浪费机会。接着两人就开了个房，三浦还开玩笑问他没发生什么事儿。春田说出自己丢了戒指的事，三浦虽说不打紧，但春田始终心神不宁。第二天三浦下班就拉着春田去选新戒指，戒指一个个都很漂亮，春田却想找回原来的。回家后他仍旧不停地寻找，这时三浦拿来宣传册，想给他更好的戒指，但春田再次谢绝了，只能看着三浦失落地走了。春田感觉两人之间变尴尬了。第二天一大早出门的三浦发消息来，他要回老家，但没说明原因。
难道我让他厌烦了？找遍所有地方的春田，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按摩店，可还是一无所获。技师哥还提起，他最近也因为戒指跟女友闹矛盾。失落的春田离开后，不由得开始反思为何这么执着，两人怎么陷入这尴尬境地的？明显现在得找回的不是戒指，应该是三浦先生的心才对。回家以后，他向三浦先生道了歉，三浦也认为错在自己，然后他把祖母的戒指给了春田。原来他这趟回家就是为了这个。春田被感动得不行，对他而言，没什么比这戒指更宝贵了。三浦还提出愿意作为圣诞的礼物，再陪春田拍一套婚纱照。即使第一次拍的时候，他早已是情深款款。他还记得俩人初次相见，春田就注意到他的帅气，聊天中更发现他是个事业有成、很受欢迎的男生。当真要和一个陌生人结婚签约时，春田却流泪了。面对脆弱的春田，三浦并未多问，或许他心里已经开始有了些许异样的感情。三浦原本只是想装装样子亲一下，没想到他的可爱竟让他心跳加速，因此决心非让春田婚后爱上自己不可。终于找回了戒指，不过还得先处理重要的事。不久，他们就要重拍婚纱照了。三浦还特地请大家见证这幸福时刻，但山形却没出现。这时，同事向春田炫耀自己的戒指，用了春田推荐的约会 App， 他找到了真命天子，竟然就是那个技师帅哥。正当俩人拍着恩爱合照，山形总算是到了。他没来搅局，只是来送祝福的。山形，感谢你啊！我原以为结婚不必得有爱，咱俩虽起点与众不同，但咱这种婚后培养感情的模式也挺好的吧。